Hello， 大家好，我是 Neil， 欢迎大家来到真朋友杂谈第130期。这是一档每天30分钟带你看遍新闻真假、新闻事实检查的栏目，欢迎大家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苹果应用商店搜索真朋友，安卓 Play Store 呢可以搜索 Very Real App。我们的 APP 提供完全匿名注册、不关联手机号、邮箱等任何信息，言论自由，保护隐私欢迎大家在2万人的大群顶部可以参与这个 DAO 大群的讨论，在真友圈呢自由的朋友圈可以给节目投稿。我们这是一档社区驱动的栏目那么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条投稿和事实查证关于宗馥莉信托案的这个最新的进展。巴哈集团这个公主宗馥莉近日深陷家族信托的纠纷漩涡大家都已经知道，我们跟了20多期了。3名自称宗庆后非婚生子女的原告在香港起诉宗馥莉及其离岸公司，围绕价值21亿美元的巨额信托展开了争产大战香港高院呢已经发出了临时禁止令，冻结了相关汇丰账户的资产处置权，并要求宗馥莉在限期内说明约108.5万美元的资金的去向。宗馥莉截至我们录制的时候，至今仍然不配合法院指令，大概率会被视为藐视法庭。那么信托资产和香港账户恐将持续被冻结。外界热议这场豪门继承的戏码，一时之间八卦满天飞。但相比之下呢，宗馥莉在接掌娃哈哈之后对企业的激进改革以及对员工造成的冲击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来调查事实宗馥莉接班仅1年多，娃哈哈内部已经风波不断。他以宏盛系新公司为平台，将原集团资产与业务悄然转移，甚至将娃哈哈的商标试图划归自己名下的公司，一系列操作被质疑为掏空老本行。同时多地工厂停工生产线关停，员工遭遇降薪、调岗，甚至被劝离。他曾经口头承诺不裁员、不降薪、不取消分红，然而不少基层员工却感受到福利缩减、收入骤降的现实。今年5月份，陕西一处娃哈哈乳品车间的工厂突然停产，数十名工人被迫停工待岗，收入锐减，公司却迟迟拿不出安置方案。杭州精密机械员工因连续数月薪资下调讨要说法，一度冲进了宗馥莉控制的宏盛集团的办公室试图与宗馥莉对峙。更有员工爆出，公司以不断的降低薪资、停发福利等方式逼人主动离职，不走就拿不到足够的工资，走了又没有合理的赔偿。内部盛传公司实际目的是变相裁员30%。这些裁减和降薪的员工处境艰难，却因为豪门遗产纠纷的戏剧性而被公众的视线所忽视。我们来看这个员工所发的这个维权声明他们已经正式成立了一个维权委员会，并且发出了这个官方的这个维权的声明。好的那么我们来看引用的来源根据《每日经济新闻》的报道，宗馥莉被3名自称宗庆后非婚生子女的人起诉，并要求冻结其在港资产质疑其信托转移的行为那么据36氪调查呢，宗馥莉接班以后已经有18家工厂线已经停产了，而宗馥莉呢则在大力的扩张自己的宏盛系版图，被质疑以这个新业务侵蚀老集团的资产。而华商报和报道呢今年初开始，娃哈哈多地的停工降薪员工维权事件陕西乳品厂停产3个月无人过问，杭州精密机械公司等因领导出尔反尔而聚集抗议那么我们刚才给大家看了1500多人组成了娃哈哈职工维权联络委员会，可见员工的不满情绪之高。所以呢，宗馥莉的家族遗产风波吸足了公众的眼球，但是呢，一出豪门争产大戏的背后是企业经营翻车与员工饭碗不保的残酷现实。八卦看客们围观公主如何斗3私生，却忘记了那些被降薪、被裁员的普通人正在为生计所挣扎。豪门的恩怨再狗血，也比不上员工的饭碗碎了一地来的刺眼。真相是资本大戏里面那最受伤的呢，永远是台下无权无势的看客。好，我们来看施永信落马，我们继续跟踪。那少林寺的方丈施永信呢，这位曾经被称为穿袈刑的 CEO 的高僧终于在多年争议后落马。那7月下旬呢，河南嵩山少林寺管理处通报住持施永信涉嫌刑事犯罪挪用寺院资金严重违反戒律包括长期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并育有私生子接受多部门的联合调查。那么次日呢，中国佛教协会就发布了公告，注销了施永信的戒牒戒牒我们昨天的节目也报道了。那么僧人的资格证被取消以后呢，他佛教协会还说坚决拥护依法处理，这意味着统领少林寺数十年的少林方丈时代
终于宣告结束啊，施永信就落幕了。那么消息一出，舆论哗然，人们纷纷想起早年压下的种种举报，感叹大老虎终于现形啊。我们来看调查。那么早在2015年呢，实名或匿名对施永信的举报已经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当年一位化名施正义的人士发帖，列举了施永信的多项劣迹，包括双重户籍啊、包养情妇，以及1988年11月，施永信曾在寺内啊以武力强奸了一名名为施延果的尼僧，而且后来还有孩子啊。然后呢，这个网友爆出了这是图片啊，但是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仅供参考。好，这个是网传的这个图片。好，那么根据举报材料呢，当年少林寺呢向警方报案，但是施永信呢一用重金买通了当地的公安局长，销毁了强奸案的这个案卷，使此事不了了之。此后呢，还曝光了他与深圳女子通奸，并诬告对方敲诈、霸占这个弟子女友等等丑闻。然而，2015年的调查中因为证据不足没有下文，施永信不但未受惩处，反而继续担任中国佛教协会的副会长、全国人大代表等要职，一度风头无两。那10年过去，如今旧案中的情节几乎一一坐实，曾经举报无门的那些传闻，终于随着官方的调查而浮出水面。啊，那我们来看啊，就是这个根据少林寺管理处的通报啊，施永信已经被警方带走调查了。那涉嫌是侵占寺院资金，并严重破戒啊，那注销了僧籍。然后呢，香港的文汇报呢，媒体关注到此案调查更像是10年前旧案的秋后算账。有独立学者分析呢，2015年的举报未决，主要是当时证据不足为由草草结案啊。草草结案以后呢，如今重新翻旧账，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和经济环境使然。过去这类位高权重的宗教领袖难以触碰啊，现在风向变了，反而成了整顿的突破口。有评论指出，地方财政吃紧，却见寺庙香火旺盛。此番对少林寺开刀呢，不仅是清理宗教界，也是地方政府寻求经济收益的举动之一。种种迹象令外界质疑，这更像一场针对宗教利益集团的政治清洗，而非单纯的出于法律正义。啊，当年的举报石沉大海，10年后呢，一朝落马。施永信这只少林猛虎的倒台啊，姗姗来迟，却耐人寻味。如果真有强奸之事实，法律正义本应该早日抵达，而非政治气候转变才开始算账啊！这起事件再次警示，如果法律程序失灵，正义让位于权力考量，坏人终究会被清算，但是社会的法治已经悄然受损。方丈落马是清理还是清洗呢？真相需要10年等一回。我们更应该反思制度的迟钝和正义的迟到。好，那么我们再接下来关注这个武汉女生举报男生性骚扰事件的反转啊。那么这个引起了校园反性骚扰声讨的事件，如今呢却出现了大的这个反转啊，矛头反而指向了举报的女生这一方啊。我们来看一下网传的图片。啊，甚至像他这个即将去留学的这个香港浸会大学啊，有网友也去举报说这个女生这个劣迹斑斑啊。那么这个逆转呢，它有一个背景啊，就23年10月份的时候呢，武汉大学女学生杨某啊，这个发文自述，在校园图书馆自习时遭到了男同学同校的这个男生肖某某的这个当面性骚扰，对方疑似在他对面桌下自慰。那校方随即介入啊，2天后呢，对肖某某给予了记过处分，但是没有公开说明其具体的违纪行为。这里面还有一个这个大家广为流传的现实啊，就是当时这个男生呢，应该是被这个女生强烈的这个言语压迫下啊，他写了一个说明，而且这个女生觉得他写的不好，还要重新又写了一遍。啊，就是好像他有一个认罪声明啊，但是现在来推断，大概率是在强大的压力下面写的啊，因为这个女生年纪比这位男生大啊，然后他的言语也比较激烈，然后这个男生的性格比较内向啊，可能他就被迫写了这个认罪声明。但这个女生的网络控诉呢，当时曾经让舆论一边倒的声讨加害方，一时间武大图书馆的性骚扰事件成为了反骚扰的标志性案例。然而肖某某却事后坚称自己是清白的，那么其家长提供了医院的诊断证明了孩子是湿疹发作啊，隔医抓痒，并提起了诉讼自证。25年7月份，此案一审宣判，法院认为无法认定肖某某实施了针对特定对象的性骚扰，驳回了杨某的指控，剧情大逆转，令公众哗然。那随着司法的介入呢，更多细节浮出了水面。原先的是非黑白已经变得扑朔迷离。
杨某当初呢自述拍下了对方不雅行为的视频，有男生作证，甚至拿到了这个肖某某写的这个道歉信。但校方调查时调取监控，认定的是证据不足。女生呢就担心校方偏袒，对学校处理失去信任，选择将事件公之于众。网络上一开始舆论是倾向女生的，许多人给肖某某扣上了所谓官二代、富二代、仗势欺人等等帽子，对其家庭展开了人肉搜索。而肖某某其家人遭受了大规模的网暴，肖某某一度被诊断出了这个创伤后应激障碍啊，就是 PTSD， 需要精神方面的治疗。而当男方呢晒出了这个湿疹诊断之后呢，等等反证之后啊，网民呢又开始调转窗口了啊，调转了这个枪口。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他的母亲啊，这个出示了他这个不少医疗的这个证明啊，然后呢还发表了这个义正言辞的声明啊，说这个女生是诬告。好，那么这个网民呢又开始调转枪口啊，认为事件反转，又开始这个嘲讽和辱骂这个杨某啊，就是举报的这个女生，质疑她诬告啊，导致杨某也陷入了网络暴力的这个泥潭。那罗生门般的舆论混战啊，让当事双方两败俱伤，一个因为莫须有之罪名身心重创，一个因为指责被驳回，名誉尽毁。那更复杂的是呢，武汉大学当初在舆论压力下对男生做的处分，如今的判决等于否定了校方的结论，校方处理是否太草率啊，这个有所失当，也是受到了拷问啊。那么这个封面新闻的这个报道呢，武汉市中级法院经审理认为证据不足，无法认定肖某某实施了对杨某的这个性骚扰，一审驳回了女方的诉求。那判决公布之后呢，新京报评论指出，此前校方在没有充分调查、证据存疑的情况下，就对男生做了记过处理，显然有失妥当。那高校对于性骚扰指控的处分也需要经得起法律的审视啊。那么很多的媒体都回顾这个事件的始末啊，提到女生于2023年10月份在网上发帖，引发了巨大关注，而2天内校方即给予男生处分啊。那处分通报呢没有说明依据何种违规事实。随后数月的男生母亲公开其湿疹病例，称儿子当时隔衣搔痒而非猥亵，并举报女生夸大不实，引发了舆论的反转。那网络上呢，先是男方一家遭遇人肉和谩骂，男生照片被 P 成遗像到处传播，之后呢风向转变，女方也同样受到言语侮辱和网络围攻，双方当事人其实都深受网暴之害，可谓两败俱伤。此外呢，联合早报等媒体提到，知名媒体人呼吁武汉大学撤销对肖某某的处分记录，并且反思高校在舆论压力下快速定性处罚的这种做法。我们来看啊，我们的评论是，性骚扰指控机制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一端呢是保护弱者，一端昭示了公正，但是如果程序失当，则两败皆伤。真相大白之后呢，我们既庆幸避免了错杀无辜，又不得不忧虑真正的受害者今后是否更难被相信。激愤呢可以点燃正义之火，但是唯有证据与规则才能确保这个火不至于烧向无辜。叫好也好，叹息也罢，这出反转剧呢，最终提醒我们，对每一起性骚扰指控都应该慎之又慎既不能让坏人逍遥，也不能让清白者蒙冤。好的，那么这个昨天的时候包括我们在美国西部也是收到了这个海啸警报，俄罗斯的远东地震与海啸，我们来关注一下。那7月29号，一场罕见的这个强震袭击了俄罗斯远东的勘察加半岛的近海，震级高达8.7级修正然后一说是之前说是8.8级。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震的具体的位置这是 BBC 的这个报道。好，它确实离中国的东北和日本是非常的近的这个就是这个地震的具体的坐标和位置。好，那么这场地震呢是当地自1952年以来最强的地震。地震呢引发了区域的海啸预警，包括俄罗斯、美国、阿拉斯加和日本台湾等环太平洋多地都纷纷拉响了警报。那勘察加东岸监测到了高达3至4米的海啸波，所幸各国及时采取了避险措施，都没有传出重大人员伤亡的报告。然而，地震和海啸引发的次生风险也令人后怕。震中附近正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最重要的核潜艇基地这个叫维柳琴斯克所在地。那距离震源只有120公里。一旦这样的战略军港遭受巨浪的冲击，其后果不堪设想。与此同时呢，在日本沿岸仓促避难也引发了悲剧。一名接到海啸警报正慌忙撤离的日本妇女驾车逃离时，不慎冲出悬崖，连人带车坠海身亡。好，那地震发生于这个东八区时间7月30日的凌晨。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这个测定呢，
正中呢是位于勘察加半岛东岸啊，彼得罗巴甫罗夫斯克啊以东大约136公里的太平洋海域，震源深度呢大约是18公里。地震诱发的这个海啸呢，波及了俄远东以及日本夏威夷等地的沿岸。那勘察加半岛沿岸的这个核潜艇基地一度戒备森严，该基地地处这个阿瓦恰湾之内啊，是俄罗斯在太平洋方向的水下心脏，部署有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及亚森级攻击核潜艇等数十艘先进的核潜艇。好在基地设计呢，考虑了抗击巨浪的需求，配有50米高的这个钢筋混凝土的潜艇洞库啊、避浪堤以及防波堤等等设施。部分码头呢还是浮动式，可以一定程度上呢缓解这个海啸的冲击。那这次海啸呢，并没有对基地造成已经这个公开出来的严重破坏啊，但是呢，仍然暴露了自然灾害对于核设施的安全的潜在的威胁啊。当年这个日本就是这个海啸嘛。那另一方面呢，日本全国呢有21个都县都发布了避难提示啊，约有200万人紧急撤离。在慌乱中，悲剧发生于日本三重县的这个熊野市。那7月30号上午呢，一名58岁女性驾车前往高地避难，车辆在一处无护栏的山路不慎冲出了约20米高的悬崖，司机头部遭受重创，送医3小时后不治身亡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现场的图片啊，看起来这也是一辆这个典型的日本的小型车啊，这个一般来说就是外壳都比较薄啊。好，那么根据当地警方透露呢，事发前该女士曾经通过通讯软件告诉家人正驱车前往避难所，显示其逃生的意图非常明确，但因为路况不熟而惊慌失控，发生了意外。此外，日本还有一名老人在疏散途中呢中暑晕倒啊，送医啊，所幸没有生命危险。那我们来看啊，包括新华社报道称，本次勘察加近海的地震呢为70年来最强的地震，太平洋沿岸多地都观测到了海啸波，各国预警随后降低了级别啊。那么这个军事评论也指出，震中呢距离这个俄罗斯的刚才说这个核潜艇基地大约只有120公里，而该基地呢直面太平洋，驻扎着俄海军多型战略与攻击核潜艇，是俄太平洋舰队的核心力量所在啊。所幸就是因为这个防护比较完善啊，目前还没有看到这个任何的损伤。那么日本方面呢，共同社和朝日电视台啊都报道，地震发生后呢，日本气象厅对包括北海道啊、本州、太平洋沿岸在内的广大地区都发了海啸警报，要求沿海的居民火速撤离。那么在三重县的熊野市呢，一辆在避难途中行驶的轻型汽车从30米处坠落啊，一说是20米。那么58岁女驾驶员不幸遇难。那么南洋等媒体指出，这个该女子是在接收到海啸这个警报以后呢，驱车前往避难所，而且途中因为道路没有护栏，加之慌乱啊，可能是踩错油门啊，酿成了这个人祸。那么这个事件呢，对于避难方式引发了一个反思，过度紧张的避难啊，驾驶以及避险标识的不熟啊，都可以使天灾演变成人祸。我们来看啊，这个大自然露出了獠牙，人类的基建脆弱如纸。这场强震呢，让俄罗斯的核潜艇基地捏了一把汗，让日本一位匆忙避险的女士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那无灾无情啊，但我们绝对不能够无备啊，没有防备。那核基地呢要防止浪啊，巨浪，然后高架路要设栏啊，每一处疏漏呢都可能在极端的灾难中放大为人祸。与其说是幸运的躲过一劫，不如说汲取的教训就没有未雨绸缪啊。这个海啸过后余波未平，我们需要更加反思啊，天灾对人祸的人的伤害如何能够降到最低。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条。那印度呢超越中国，成为了美国这个手机的最大的来源国。智能手机制造的格局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印度首次超越中国，成为美国市场最大的手机供应国。那市场的调研机构这个 Canalys 发布的2025年第2季度的数据显示呢，印度制造的智能手机占美国进口总量的44%，稳居第一，而越南以30%位列第2。中国曾经非常长期都是美国手机进口的主要的来源。而今的份额呢，已经降到了不足20%，较去年同期大幅的下滑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统计的图片大家可以有一个非常生动的认识这个就是这个饼图展示了这个中国出口智能手机急剧下滑的这个占比急剧下滑的景象。好，那么这个背后呢是苹果公司供应链大挪移这个近年来这个苹果加速在印度设厂，将部分新款的 iPhone 组装生产移到了印度，这使得印度呢对于美国的手机出口量同比暴增了240%。
印度总理莫迪前不久还高调宣称，印度制造的 iPhone 正在走向全球市场。这一里程碑的事件呢，引发了这个中国国内对于中国产业链优势流失的担忧世界工厂的宝座会不会不保？那中国制造应该如何应对挑战呢？那么苹果供应链印度化是印度手机出口猛增的直接原因。那过去几年呢，中美贸易紧张和高关税风险促使苹果谋求供应链的多元化。印度政府呢趁势推出了大力度的生产激励计划叫 PLI。那么对在印度生产的智能手机提供高额的补贴和税收优惠，这个其实和中国当年的这个方法是一样的那据悉呢，印度的制造业工人工资只有每月250美元，不及中国平均水平的1/3劳动力它确实还有优势劳动力更便宜。那么印度还为本土组装的 iPhone 提供了大约6%的出口补贴，并减免了关键零部件的进口关税。那么在多重诱因下，苹果逐步的把生产重心转移了。那从 iPhone 13开始尝试在印度组装iPhone 14、15系列大幅度的增加了印度的产量。那么这个分析的机构Canalys，那么这个数据呢印证了这一转变。2025年第二季度，印度组装的智能手机对美出口同比是飙升了240%，那份额由1年前的13%激增到了44%而中国的份额则显著萎缩。那彭博社的评价说呢，这是苹果 CEO 库克调整全球供应链的明确信号正在重塑全球科技产业的版图。然而呢，这个印度制造要完全接棒过中国供应链，短期内我们觉得还面临诸多的挑战一是品控与产能的差距。据报道，印度工厂的 iPhone 良品率比中国的工厂大约低10%不要小看这10%在一个巨大的数量下面，这是很恐怖的。那部分关键零部件仍然高度依赖从中国等地进口。那富士康等代工厂在印度曾经因为工人技能欠缺、管理问题等出现品质瑕疵，生产效率也一度不如中国的工厂。二是配套生态的薄弱印度本土的供应链尚不完善，芯片、屏幕等等高端元件多数依靠进口，工业园的配套物流的基础设施相对滞后，电力供应不稳定等问题仍然存在而且最近还有就是印度突然恢复这个中国的签证就是因为有很多中国的这个就是产业方面的高级工程师和高级技工这个当然就是还有爆出什么，因为这个高级技工去了印度，然后被限制出境了就是被中国限制出境，他后来再出国都出不了了，就也是一个侧面反映了印度其实现在也高度的需要之前中国的知识。好，那么这些因素呢，制约了印度进一步提升规模和品质的这个路线。与此同时呢，中国也在积极的应对供应链的外迁这个凭借成熟完备的产业集群、高效率的生产能力和大批资深的技术工人，那么中国在高端制造领域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综合性的优势。比如即将发布的 iPhone 16的这个就已经发布了这个 iPhone 16这个 A18 处理器还有这个 OLED 的屏幕目前仍主要由中国境内的供应商中国境内的企业生产。那么中国厂商呢，在精密加工、连接器等零部件上也拥有核心的技术。中国政府近年来也通过科技创新的投入产业政策扶持等等措施，留住了高端环节，并且收紧了部分技术和设备的出口审批，来增加这个供应链转移的难度和成本。我们看，据半岛电视台中文网援引彭博社的这个报道，那印度呢超越中国成为美国智能手机最大的供应国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中华网的媒体指出呢，印度对美智能机出口激增背后是印度苹果为了规避避免地缘政治以及关税的风险而加速供应链转移的结果。那印度政府提供的巨额的这个税收补贴和减免也大大降低了印度生产的成本，但是呢，目前仍然有良率不佳等等问题。所以 CNBC 它的分析认为短期内印度制造还是无法完全取代中国的供应链。中国完善的产业链生态和技术优势仍然具备强大的竞争力。比如这个 iPhone 的部件当中刚才我们也讲了，高端的芯片显示屏还是靠这个中国来生产不过如此短的时间内，印度能够取得44%的总体的份额，那表明中国产业链独占鳌头的时代受到了挑战，中印供应链的这个新格局正在重塑。那苹果砸下的这个印度的多米诺骨牌正在倒向中国制造的脚边。那当世界工厂的蛋糕被对手啃去近半，那中国怎么能够不警醒呢？印度崛起固然有政策红利和成本优势，但也别忘了中国30余年打造出的这个完备的产业链并不是说没就没的。那与其妄自菲薄呢，不如苦练内功稳住我们擅长的这个高端环节，补上我们薄弱的技术短板。那产业转移是大势所趋，但是呢，中国的制造如果能够凤凰涅槃、升级迭代，未尝不能在新的分工当中占据价值链的更高端。
那输掉一城呢，并不等于输掉整盘棋，关键在于中国能否优化这个化挑战为契机啊，推动了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型，重塑未来的这个比较的优势啊。好，那么我们最后再来看北京的暴雨啊，我们昨天已经有所报道，我们今天来深度挖掘。那今年夏天呢，北京遭遇了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的袭击啊，7月下旬受台风的这个残留水汽的影响啊，北京郊区及这个郊区的山区区县啊，连续暴雨多日，过程最大的降雨量呢超过了500毫米，相当于4天内下了1年的这个雨量啊。昨天我们也讲过，那这场极端的强降雨呢，引发了严重的洪涝灾害啊，全市山洪爆发，河道决堤，道路桥梁冲毁，房屋农田被淹没，大量的人员被困。北京的官方通报，截止7月29号是因灾死亡33人，失联18人，后部分确认遇难啊。那么其中绝大部分死亡呢是发生在远郊山区的密云和房山等地。那北京自建国以来啊，少有因为这个自然灾害出现如此重大人员伤亡的情况，事故之严重引发了社会的强烈关注。然而在灾情新闻的信息发布会上，官方最初语言不详，直到这个最高领导人啊两杯水做出了批示之后，才公开了伤亡的数字，引起了外界对于信息透明度的议论。灾后呢，更多的细节曝光，密云区一家养老院在洪水中被淹，多名老人生死不明。密云水库上游河道堆积大量漂浮垃圾啊，那网友就担心质疑这个水库的水质受到了污染。好，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图片啊，刚才讲到的这个密云水库的垃圾以及养老院老人求生啊这2个事件的图片。好，那么还有居民呢就是质疑死亡人数可能比官方公布的多得多。那种种疑问呢，折射出此次防汛救灾机制和信息公开方面存在的漏洞。首先是养老院的遇险与救援延误啊，7月28号清晨6时许，密云区太师屯镇这个养老照料中心被山洪围困，多名高龄老人啊以及失能人员无法自救啊。那么消防救援总队呢，在接到报警之后，调集了救援人员、橡皮艇赶到现场，但是救援展开时呢，整个养老院的1层已经被洪水淹没，场景令人揪心。那截至当日的这个12点45分呢，消防共营救出了48名受困人员。然而，养老院家属在网络发声称，他的姨奶奶和外甥啊是这个半身不遂，没有等到及时的救援，不幸被洪水淹死在养老院里。养老院方面呢对此未予证实，称现在不方便透露。镇政府的人呢也说人员已经转移啊，具体情况也不清楚。事后呢，媒体调查发现，该养老照料中心主要收治无依无靠的特困老人，共住有70余人。当地村民质疑，为何在连日暴雨、隔壁河流水位猛涨的情况下，养老院却没有提前转移这些行动不便的老人呢？救援力量为何等到洪水淹没院舍以后才赶到？这些问题至今令人痛心和反思。水库垃圾与水质也引发了担忧啊！这个暴雨呢，导致上游的山洪啊夹带了大量的树枝等杂物涌入了密云水库。事后有人拍到水库库区漂浮着成片的垃圾，刚才我们图片已经展示了啊。那密云水库啊是这个中国这个首都北京啊是最重要的引水地、水源地，大水缸的水质牵动人心。一时间，社交媒体上议论纷纷，不少市民担心垃圾腐败会污染水质，甚至威胁供水的安全。毕竟杭州才刚刚出过事儿啊。那一位环境专业人士更指出，大量有机的这个残枝腐叶可能引起水体的富营养化，微生物超标。那不过北京市水环境检测中心啊，这个密云分中心迅速对库区水样检测，显示水质仍然符合地表水2类的饮用水标准，水源地水质安全，可以放心饮用啊。那官方同时呢，连夜打捞清理漂浮物，声称会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密云水库的水质。那死亡数据与信息公开方面，对于人员伤亡，官方在灾后的最初几天保持低调，直到7月29号晚上这个新闻发布会才公布了这个北京因灾死亡人数为30人，后增至33人，也没有公布失联人数啊。这一反常举动引起了舆论猜测。按惯例呢，重大的灾害应该及时公布伤亡和失踪数据。有网友怀疑存在瞒报和少报的情况。那中央社等媒体报道，不少民间消息指出，遇难人数可能远远超过这个官方的公布，尤其是密云等受灾严重的地区，伤亡还没有完全统计。有受害者家属匿名透露农村山区有些失联者尚未纳入官方的数字。那官方迟迟不提这个失联人数，也被质疑是避免公众恐慌的一种数字游戏啊。对此呢，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在8月初回应称预计会在这个7月底8月初他会说所有失联者进行调查后均计入死亡统计，绝不瞒报。那希望公众呢理解确认过程需要时间。那尽管如此呢，此次信息的发布的滞后和不完善，一定程度上呢动摇了民众对于官方灾情通报的信任啊。
好，那么这个怎么讲呢？这个目前啊，实际死亡人数已经成谜啊。密云水库方面呢，北军密云区的网站信息称，库区上游部分河段出现垃圾堆积啊等等这些事件，再一次给这个首都饮用水的大水缸的水质啊打出了大的问号。好，一场暴雨呢，考验了这个城市的防灾能力，也冲刷出了信息透明的橙色。密云养老院的困境告诉我们，预警喊得山响，但弱势群体却没有优先转移。救援慢慢拍，酿成了人间惨剧啊！洪水过后，垃圾漂浮，更警示防汛不仅要保全安全啊，保护安全，还要顾及生态，别让大水缸变成大垃圾桶。至于死亡数字的那个5盖子，更令人心寒。灾害当前，信息瞒与不瞒都改变不了人命的事实，反而决定了公众信任。所以，与其遮遮掩掩被人质疑啊，那不如开诚布公啊，主动作为。好，那看到这里的都是真爱啊！欢迎大家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您就不会错过每天的节目了。那每天东八区中午12点啊，日本、韩国下午1点，澳洲下午3点，新西兰下午5点。我们录制的地方啊，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冬令时晚上8点啊。那么然后美国东部和欧洲的朋友可以每天早上起来看啊，或者是欢迎大家苹果应用商店啊搜索真朋友，安卓 Play Store 搜索 Very Real App， 我们的 APP 是提供完全匿名注册啊，不关联手机号、邮箱等任何信息。那么言论自由啊，欢迎大家在2万人大群啊，顶部这个 DAO 大群参与讨论。在真友圈呢，自由的朋友圈给节目投稿，还有实时核查的这个功能啊，可以点一下，这是真的吗？好的，那我们明天再会。